最近呢，又遇到一个老六行为的同行兄弟啊，本来是小问题，被他搞成了大问题啊，机器寄到我这边来了，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寄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散的啊，还有一包这个零件在这里。核心板这个是一个视觉座子，这个座子呢，它已经换了一个了啊，现在看上去没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座子啊，里面的针脚有点变形啊，导致它每次压这个视觉排线的时候很用力，把它压紧才不报错。最开始呢，他就想投机取巧啊。懒得搞了，懒得换了，就将就一下吧。排线呢往这里面压，包括把上面排线的那个座子啊，也把它压的是有一点变形了。然后压好之后呢，就打胶。刚开始呢就没什么问题，但是飞着飞着还是会报错，发现还是不太稳定啊。于是呢就没办法，他就把这个座子换掉。换掉之后，直接已经报错了，报这个前后视觉错误，根本没识别到这个前后视觉一样的。于是呢，他又怀疑这个鱼眼哪里接触不良，他又把这个鱼眼呢，又从这个座子上面呢，全部都拆了，全部都拆散了。自己拿到显微镜底下看了一下，好像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装回去的时候他就傻眼了，因为他在拆的时候啊，把这个上面的 UV 胶啊都刮了一些，所以他装回去就看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了。可能有很多兄弟不明白啊，像这种鱼眼啊，你是哪个方向就是哪个方向，你不能乱装的，装错它就会报错的。4个鱼眼就代表着有4个方向，他现在全部都拆掉啊，不知道哪个是哪一个了，已经搞不清楚了。他又把它拿到别的飞机上面去测试啊，把数据也写进去，轮流啊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据他说啊，换了10几次，感觉还是没换对，实在是没办法啊，他一头雾水了，发到我这边向我求助，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排线这个座子也被他压到变形了，这一根呢是他已经换过的啊，原先那个已经变形的话呢，他就把它扔掉了，不要了。就等于是他现在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鱼眼的顺序全部错乱了。第二个问题，核心板本身啊，这个鱼眼识别也有问题。他也跟我说过啊，他把其他好的鱼眼一套换上来，并且写数据进去，也是报错。那说明这个核心板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啊。先放在一边，仔细来看一下他这个核心板。核心板他说他这个座子换过，看了一下啊，确实换的可以啊，挑不出毛病，没有任何问题，看着还好。这里都发黑了，应该是吹的啊。这个开关键好像也换过啊，你看旁边有焊油。这个核心板感觉有点变形了啊。像遇到这种局部功能不行，最开始是没问题的，他换过座子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针对这个功能的这个座子啊为起点啊，往下去查这个座子每个引脚的对地阻值啊，先查一下。A few minutes later. 哎，不对呀，刚刚看到了有2个阻值达到1000多的是在哪里？我看一下。有1000多，有这么大的阻值吗？我印象当中没有啊。这2个引脚啊，第6脚跟第7脚阻值竟然有1700多，好像没有哪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有这么大的。我拿好板来对比一下啊，这是块好板。好，我们对比一下好板的这个下方的第6脚跟第7脚，看一下阻值多少，才300多。第6脚跟第7脚才300多，这个明显是偏大好多倍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回点位图，第6脚跟第7脚是并联在一起的啊，从这个点位图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它是并联在一起的。然后我看一下它通往哪里啊，这一面好像没有啊，看一下另外一面，通往反面啊，这几个电容跟一个电阻，那这个电阻的另外一端又通往哪里呢？去的位置可多了哦，还去到了相机处理器。这个电阻这里非常关键，我们找到这个电阻，对这个电阻进行测量，找到刚刚那个电阻的位置啊，是这一颗啊，中间这一颗，测量一下电阻的2端对地阻值分别多少啊？这一端有300多啊，另外一端呢？另外一端是1700多，那很明显了，这个电阻坏掉了呀。我们量一下，现在它的阻值是多少啊？打到欧姆档，这个电阻应该是不知道是烧掉的还是变质的，搞不清楚啊。有10K 这么大了吗？我们测量一下好板上面应该是多大的一个电阻啊？我们拿出好板进行测量啊，是一个保险电阻啊，保险电阻阻值变10K 了，我们直接把这个电阻换掉。有问题的就是这一颗电阻，我们先到这个电阻上面呢，先打点焊油。好，这一坨焊油挺大的哦，等一下一吹就散开了。风箱温度400度啊，
快拆快装。OK， 料板上面拆一个同样的电阻上去。A few minutes later. 我之前说过啊，像这么小的电阻啊，就不要去夹啊，不要夹，夹的话会夹飞啊。就像我这样子，镊子这个尖头上面沾点汗油啊，直接把它粘过来，非常轻巧的把它粘过来，放到位置上面去，弄点汗油上去就行了。啊，没关系，它现在是歪的也没关系啊，用这个镊子稍微扶一下啊。它有一个自动归位的动作，看到没有？归位了，可以了。换好之后呢，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恢复啊。第6角跟第7角啊，我记得是300多的阻值，没错啊，300多的阻值啊，已经轻松恢复了。这个老六同行他把这个鱼眼呢，他忘记标记了。一般正常来说，鱼眼支架上面拆下来都会相应的标记好它的方向啊，左前、左后、右前、右后都会标记。这个老六同行他没标记，他把这个难题塞到我这里来了。难道我要像他说的一个一个的方向去试？假设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试，有多少种可能啊？这个好像是个数学题目啊。A few minutes later. 刚刚问了一下 AI 啊。AI 说有23种可能，我轮流测试，我要测23次才能测试对。那我要这样去测吗？当然不用啊。虽然他说他把这个胶已经刮了啊，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刮干净。我们仍然可以从残留的 UV 胶上面找出一点蛛丝马迹。但是像这一个一点胶都不给我留的这个我没办法。但是另外3个好像都残留一点胶。那我根据这个我根据它的特征，我去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拼出来。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交给我干的话，这个价格要翻倍啊，兄弟们啊，不是开玩笑的。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先从这个开始啊，看一下哪个鱼眼的这个胶能够跟这一个吻合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试。这个感觉不太吻合啊，这个排除放一边。接下来下一位，再看一下这个缺口对这个缺口好像能对得上哎，严丝合缝的啊。其他地方的胶被刮掉了，但是这个地方能对得上啊，这个应该是对的啊，先把它扣上，暂且认为它是对的。下一个，然后再把刚刚这个装上去试一下看看。哎，这个好像也对得上了，严丝合缝扣上去啊，这个应该也是对的。只剩下2个就好办了啊，就2种可能性嘛。看我手气怎么样，随便拿一个。这一个位置是一点 UV 胶都没有的，我不打算试这个位置啊，试下这边，这边有 UV 胶啊，有 UV 胶的话，我就能够拼接它这个缝。这个，哎，这个对了，看兄弟们看啊，这个凹槽跟这个凹槽跟这个凹槽，哎，刚好对上，看这个应该是没毛病啊，是这样子的。那剩下一个就肯定是这个没有 UV 胶的嘛。OK， 全部扣上。这个还有螺丝要打啊，但是呢，我先不着急打这个螺丝啊，我们直接上机测试一下。我把它这个核心板简单的拼一下，哎，没有任何报错了哦，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报错了，一次搞定了，兄弟们。但是呢，我还是不放心了，我打算要打个奖试一下啊。不过它这个装着桨叶啊，大家再给我点时间，我把桨叶拆掉，打奖。OK， 成功打奖了啊！看一下倒车影像，几个倒车影像都正常啊，没有任何问题，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啊，兄弟们。幸好这位兄弟给我留了一点后路啊，他没有把这个支架上面跟这个鱼眼上面的胶彻底刮干净了。你要是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话，我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要试23次啊，不一定啊，运气差的话就要试23次才能试到对的。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